痛苦指数是理解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重要工具，它基于两个主要经济指标：失业率和通胀率。这两个指标在经济学中被广泛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健康的关键因素。失业率反映了劳动市场的状况，而通胀率则展示了物价水平的变化。当这两个指标同时升高时，它意味着国民在经济上遭遇双重打击，收入减少和生活成本上升。亚瑟·奥肯提出这个概念的背景是在1970年代的经济动荡期间，那时世界多国经历了所谓的滞胀现象，即失业率和通胀率同时高企。这一现象打破了经济学家长期以来的普遍认知，即失业率与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奥肯通过痛苦指数，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这两个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经济。在经济政策制定上，痛苦指数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策制定者通常会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降低这一指数。例如，在面对高通胀时，中央银行可能会提高利率，从而抑制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同时，在面对高失业率时，政府可能会采取刺激经济的措施，如增加公共开支以促进就业。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面临过高痛苦指数的挑战。以1970年代的美国为例，当时的经济状况导致痛苦指数飙升，这促使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和里根通过一系列经济改革来应对。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紧缩货币政策和减税政策，旨在刺激经济成长和降低失业率。痛苦指数不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它背后反映的是千百万家庭的日常生活。当这个指数上升时，普通人的生活压力也随之增大，他们可能面临工作不稳定、收入减少以及日益增长的生活成本。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考虑经济政策时，不能忽视痛苦指数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在经济学中，没有任何一个指标是孤立存在的。痛苦指数提醒我们，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考虑到它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这不仅仅是关于数字的游戏，更是关于人类福祉的追求。当我们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时，痛苦指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随着本文进一步展开，我们将深入探讨痛苦指数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经济背景下的应用，以及它如何影响政策制定和公众的日常生活。我们将通过具体的历史案例来解析这一指数背后的深刻含义，并探讨如何通过有效的经济政策来降低这一指数，从而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探讨不同国家实施痛苦指数相关政策时，我们可以从几个著名案例中获取深刻见解。这些案例展示了国家在面对高痛苦指数时的经济状况，以及采取的具体政策和这些政策带来的经济转变。美国在1970年代面临的滞胀是一个经典案例。当时，美国的痛苦指数达到历史高位，失业率和通胀率双高，这直接影响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联邦储备系统主席保罗·沃尔克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显著提高了联邦基金利率。这一举措虽然初期导致了经济衰退和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但最终成功地降低了通胀率，并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是阿根廷在2000年代的经济政策。面对高通胀和失业率，阿根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以刺激出口和增加就业。这些措施在短期内提振了经济，但也带来了长期的财政不稳定和通胀压力。在亚洲，日本在1990年代的失落的10年也提供了有力的借鉴。日本当时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低通胀，政府通过实施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尽管这些措施在初始阶段未能完全扭转经济困境，但它们为后来的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这些案例显示，不同国家在面对高痛苦指数时，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成效也各不相同。美国的紧缩货币政策虽然初期造成了经济衰退，但最终成功降低了通胀并稳定了经济。
相比之下，阿根廷和日本的经验则显示，短期内刺激经济的政策可能会带来长期的副作用。痛苦指数不仅仅是一个衡量经济状态的工具，它还能够指导政策制定。当一个国家的痛苦指数上升时，政府和中央银行需要仔细考虑如何通过政策来平衡失业和通胀，以达到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都不同，因此没有一种通用的解决方案。痛苦指数提供了一个框架，帮助政策制定者评估和调整他们的策略，从而更有效地应对经济挑战。总之，痛苦指数背后的经济政策和实践，反映了经济管理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这些政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政策的设计、执行以及外部经济环境。通过研究这些案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经济政策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和民众的生活质量。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在探讨痛苦指数相关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政策的全球连结性。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不仅影响其国内经济，同时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当世界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欧洲联盟或中国采取重大经济政策调整时，其波及效应可以感受到世界各个角落。以美国为例，其经济政策对全球市场具有深远影响。当美国联邦储备提高利率以对抗高通胀时，这举措往往导致全球资金流动性紧缩，对新兴市场国家尤其具有挑战性。这些国家可能面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和经济放缓的压力。同样的，当美国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时，全球市场通常会经历资金流入和增加的投资机会。在欧洲，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决策也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促进经济复苏，欧洲中央银行采取了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影响了欧洲内部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同时也对全球资本市场和贸易产生了影响。中国的经济政策也具有类似的全球影响力。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的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和国内经济改革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着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在全球供应链中，中国的经济活动对许多国家和行业至关重要。因此，中国的任何重大经济调整都会对全球市场产生及时反应。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将世界各国紧密连接在一起。一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主要经济体的政策，会通过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等渠道影响其他国家。这种连结性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在考虑国内经济政策时，也必须考虑到其对全球经济的潜在影响。因此，痛苦指数不仅仅是一个国内经济的衡量工具，它也是全球经济互联互影的一部分。当一个国家采取行动以降低其痛苦指数时，这些行动可能会对全球市场产生波及效应，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健康和政策决策。总之，痛苦指数和相关的经济政策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状态，也展示了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性和挑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对全球经济具有重大影响。这要求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既要考虑国内经济的需要，也要考虑其对全球经济的潜在影响。这种全球视角对于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稳定至关重要。